跟各位报告，其实我们花蛮多时间准备这份报告，因为我觉得是对自己这一年来的交代哈。然后准备到最后一刻才发现说，我们只有20分钟啊，哎呀，那所以我等一下会讲快一点哈。那一开始的开场，可能我们就把我们城市最辛苦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啊。这是传说中的桃园，我们是通勤族的，有人说是地狱啊。曾经有一班公车，看到公车来了又走，看到公车又来了又走，看到公车来了又走，看了3次，还没坐上去，因为国道客运上不去。那我们的通勤族好像对我们的市政抱怨，连年蝉联市政满意度最低的。那这是我们的工厂大火，你可以想想看，台湾曾经出现过工厂工业区的大火，桃园常常就会被点名那可能一些工业大县都会有类似的问题。那我们发现好像会大火的不只是工厂，仓储也会。那后续我们做了一些思考。汛期快来了，每当汛期快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紧张。我们到底桃园有几个易淹水点？目前的情况如何？抽水机够不够？第一时间有没有办法用智慧来监测、智慧来预防？那我们甚至帮抽水定义为30公分以上叫做积水，30公分以下叫积水，30公分以上叫淹水。那尝试的把每一个点至少从淹水变积水，从积水变成不要积水。但是这种新闻呢，每年汛期、梅雨季、到了台风季都会有。那这是我们的噪音，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什么国道猴子什么3道猴子的一生那其实这在我们的1999陈情里面，我发现不少，就是喜欢改装车或者是夜间的噪音，它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活不满的一部分那这是我们新闻上也看到的常态。那为什么我举这4个例子要跟各位报告呢？基本上我们是很想思考说，进来的跟各位报告说，我就解决这4个问题嘛，让淹水不要淹水，让噪音赶快去稽查，让它不要有噪音。那让这些火灾，那就想办法救火啊。那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讲，会不会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就很认真来思考说，我刚刚举的那几个案例，它是个别的问题呢，还是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认真爬梳说，我们桃园这个城市，它的短期、中程、长程，它有没有一些数据和一些资料，甚至图资可以让我们思考，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利用科技来系统解？那在这边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上任之前，张善政市长上任之前的情况我们去统计的111年，我们1999交通陈情通报12355件发生在这些地方。那桃园工厂仓储火灾发生112件，那还有就是车辆噪音检举，比大家想象还多。我们一年听到了3024件，觉得车辆噪音太吵了，然后检举。这是所有噪音里面最难稽查的。工厂噪音可以稽查，连 7-Eleven 抱歉那个便利商店那个叮咚都会有人来检举那个都可以稽查的。这个车辆最难稽查，因为你来的时候他早走了那我们只能调可能的监视器或做各种努力那近年来淹水是平均每年就是33件、30几件每年固定那我们就来思考为什么调民国95年呢？因为我每次都喜欢问我们我在当环保局长的时候，那年数据是怎么样？调到同事都很清楚，各种数据都帮我调民国95年出来民国95年桃园的人口188万。民国113年，桃园人口232万民国95年，我们就业人口84万。民国113年的现在，我们就业人口117万。对于数字有一点点敏感的人，看了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我看了2次之后，我发现有个地方怪怪的，所以我就把它简单算了一下。民国95年再看一次，我们人口188万，那我们113年我们增加了23.4%的人口，那就业人口呢？我们那时候就业人口是84万那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就业人口增加39.3%，也就是说，我们桃园是一个人口增加20几而已，但是我们就业人口增加了快40%，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说，我们的95年的机动车载具数量看起来机车、汽车加起来157万，
到了113年的时候，我们的确也增加了40%点多，也就是说，我们的通勤需求的增长力远远高于我们的人口成长。好，那这个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案例都不是个别的事件啊，这些案例是基本上是桃园这个城市发展成这个样子。今天高虹安市长也在哈，桃园其实加新竹县市是差不多，我们是少数就业机会一直在增加，人口还在净流入的一个区域。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必然的课题啊！那讲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就要思考，如果我们那些资料当做我们背景资讯，那桃园的解方会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这1年来到底在努力什么？那哪些事情感觉努力没什么效果？哪些事情努力有效果？哪些事情我们觉得还不错，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些既然不是个别事件，那是必然的课题。那我们就从刚刚来看，我们既然有这么多汽车，我们有这么多汽车，我们汽机车加起来增加的比就业增加还多，增加40%，在这些年，而且呢，它的这个登记的位置大概就长在这些地方。以前从主要在桃园中立几个工业区附近，变成全桃园都有就业机会，连观音新屋也很多人。那我们这些运具，增加了这么多，抱歉啊。我们策略大概分为5项第一项就是我们真的每天被1999被这些议题追着跑，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必须要用一些比较快的方法解决短期压力。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资源都用来处理短期压力，我们就会变成一个20年来持续在解决短期压力的城市。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一部分的资源用在解决短期压力，我们也花了很大力气在布局长期的解方。等一下要跟各位报告。第二个解呢，就是我们运用智慧科技，已经不是点缀，已经不是为了宣传，而是我们真的需要智慧科技。没有智慧科技，我们的人力是做不下去。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噪音稽查、空污稽查，我们的各项的管理水污染的监测，不太可能靠传统的方法那刚刚很多高雄市也有提到跨单位的合作，跨单位合作讲起来简单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大家一起充分合作嘛。其实我们后来沟通发现，其实最好的跨单位方式就是不要再想着单位了，不要再想你什么局什么局了，不要用局处本位，而是以议题本位，以议题本位来思考。每个局处以议题本位思考之后，那个解方其实跑得会比较快一点，取代组织本位那我们也努力的跟中央沟通，争取中央的进步修法在我刚刚讲的那几个议题里面。最后呢，就是我们也跟中央争取各种区域治理，还有跨单位治理的一些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尝试以刚刚第一题来讲，桃园的交通解这是回顾我们刚刚的人口增加33，汽机车增加63.8万，那整体增加40，将近40%的比例桃园的交通通勤需求这么多，其实主要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在110年的接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么多通勤需求台北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新北也觉得怎么那么低，但是那是真实的现况。我们大众运输的使用率9.1%，在一个230万的城市。那私有运具、非机动运具就是脚踏车啦，或者走路啦，13%。私有机动运具占77.8%，43%以上。好，那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短期解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不解决司机短缺？我们不是没有人要搭公车啊，我们是找不到公车司机啊。我们不是没有公车业者愿意经营，是找不到公车司机。所以呢，我们努力的想办法，用各种你们想象都不到，是我们居然可以做到，你受训就当做你在工作了。我宁可你受训之后有那个流失率来100个受完训之后跑掉70个，我们都愿意付你这段时间的钱，然后增加补贴，增加司机的工作环境。那甚至呢，最近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要跟清洁队的驾驶合作。我们清洁队招募驾驶，好多人来。但是公车司机没有人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清洁队相对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保障。那有没有可能清洁队的一部分前3年让你过来当公车驾驶？但是你已经考上清洁队，你未来就像公务员任用资格一样，你可以回任清洁队员。我们利用各种可能性来转换，能来5个10个都不错。最近的结果还不错，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那智慧工具的部分，就是我们各种交通改善的措施，我们把路口跟路口设一个节点，我们很认真的计算哪些易拥塞的路口，它每日的迟滞时间是多少，利用智慧科技的疏导，甚至结合交通警察的一些措施，我们让它能少20秒就少20秒，最后算总年的数据。那政策诱因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可能上次有跟各位讲，上次是我们打算做，这一次是来报告做的效果。我们桃园的 U-Bike 是60分钟免费，让你尽量做。那设站点尽量跟可能的捷运跟公车串联，鼓励你就是U-Bike 加上公车或者是桃捷那都会通勤月票就是包含我们的桃园就是双月票概念就是基北北桃竹竹苗，我们两边都争取那得到的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成果那在这些工具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定是过程指标是什么？等于说我希望说过程中哪些事情发生，那最后我们结果的成效指标也因此会发生，我让它尝试有关联性。所以受训就业，我们这几个月推下来，终于以前真的是要10个都很困难，我们现在有超过100个来报名了那智慧工具的部分呢，我们这些5大交控系统呢已经陆续都布置了。政策诱因呢，我们1200已经有6万人申请，U-Bike 免费60分钟有30万人次这些结果跟我们后面的成效指标有什么关联呢？有关联那我们捷运跟公车的运量从今年的1月跟去年的1月比呢，我们增加了130万7000多人次，换言之呢，就是增加了24.5%那偏心左转的车道计划平均迟滞减少14%，智慧控制耗资控制呢，路口平均值是减少16%，旅行时间减少20%这些就是总平均那最后结果当然就是希望说我们只是在短期解，老实讲，我们回到刚刚那一页这样子桃园就不塞车了吗？没那么快。这样子桃园就1999的客诉的交通就会少了吗？会少一点，但是还是很辛苦。长期解释，我们这1年多来花了蛮大力气，是跟中央来沟通，来思考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我们长期的布局再快一点？因为232万人生长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加速推动大众运输的路网，跟加速道路的主要的动脉的网络所以呢，这是我们这1年来的一些重要的成绩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是桃园的动脉，几个动脉，台铁高铁这是机场捷运线这是国道1号国道2号国道3号这是61、66这就是现在我们桃园就靠它了，这就是现况我们的所有的动脉那这个动脉让我们的将近这个100多万上班族300多万的通勤需求靠着它那这样子看起来是不够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有些点是没有动脉的这边都是要靠区内的交通更不要讲龙科这边就靠这一条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1年来除了绿线加赶工之外呢，我们捷运绿线延伸到中立段行政院已经通过核备了三鶯延伸8的那这是新北市代办的很感谢那也审查通过了中线呢，这比预期的还快那已经通过行政院核备了这比预期快2年那青线呢，可行性评估过了那橘线呢也开始启动可行性评估，最重要的2条快速道路板桥到龙潭这边，还有新梅龙快速道路，目前行政院院长也特别跟交通部长跟我们说，4月就开始，就下个月开始办理可行性评估。这几条就是我们今年快马加鞭想办法做的因为已经慢了那这几条如果能够顺利的在10年之内陆续到位的话，这才比较像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各位报告的那样子的通勤需求里面的相对根本解相对的根本解当然搭配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措施好，那这是长周期的解方，后续还有这些路网布置是我们今年还没完成的，后续会继续努力，最后就长这个样子，画的有点丑但是诚意十足那好，另外一题，你看只剩5分钟，对啊，所以我们再跟天下争取下一个时段
只剩5分钟，我后面讲快一点。我们其实刚刚那套逻辑是用在我们每一个命题。这是仓储的工厂仓储112件长在这些地方。那我们看仓储我不能只看失火啊，我要看为什么会失火嘛。所以我们95年的时候，桃园其实已经9000多家工厂，那时候产值是2兆。到了今年的时候呢，到了去年我们12000多家工厂才增加3000多家，我们变成4.8兆的产值，但是我们失火也增加了。所以桃园工厂的安全检发是我们要把工厂的地理资料库跟高风险工厂和消防局联动的这些科技的作为，全部都做到底了，还是会一部分失火。我们消防局长常常跟我讲说，我们要增加弟兄的出勤的补贴，我说要；增加弟兄的设备要；消防车、云梯车要多一点，我说要。可是我就问一下局长说，局长，你怎么没有想过我们让火灾不要发生也很重要？他说对啊，可是那个管理权不在我们消防局啊。能够去救灾救到极致是消防局的权责，但是能够避免火灾发生是经发局、劳动局、环保局要一起去努力的。就源头的工厂管理，甚至是都发局，所以我们这几个局处跨单位来整合，认真来盘点桃园工厂的高风险。那做了这些工作，跨单位勾稽比对，找到6182家高风险的场域，逐一清查等等的。最后呢，我们发现有个 bug， 就是工厂里面什么样的容易最失火？明阳大火最明显，就是里面放了什么化学物质，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它不需要申报啊。所以我们呼吁中央修法《工厂管理法》跟工厂危险物品申报办法，必须把这些危险物品纳进来。可是纳进来之后，我们发现，奇怪，怎么这次失火里面，我们去查一查，这个仓储也有危险物品，但是没有纳管在里面，因为它不是工厂，所以工厂辅导法管的不见得是工厂。那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定自治条例，应该不是以工厂为主体，而是以危险物品储存在哪里为主体才对啊。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积极的来处理，让它的可能的风险借由通报、资讯管理和末端的掌握，让消防同仁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危险物品在哪里，进而一方面避免发生灾害，一方面救灾的时候让我们更安全。这是我们1年来的成果。就是过去大概几年平均大概139件一年，那我们去年努力再降到108。那再往后噪音没时间讲了，这个我们就是下次再讲，只剩3分钟。但是这个真的超值得讲，很可惜，因为我们几乎把它当一本论文来写的。我们让每个区段的噪音不是利用稽查数量增加多少，而是我们很认真去思考，什么是我们关注的成效指标。既然民众打1999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可得资讯，那我们就让民众的噪音陈情数量变少。我们刚推动2个月的时候，民众噪音陈情增加，同仁有点泄气。我说不要泄气啊，民众会因为噪音打电话进来，是因为我们很有名，我们拼命宣传汽车噪音，所以大家知道说可以打电话过来。你放心，2个月后就会下降，果然就下降了。然后接下来逐月下降，逐月下降，逐月下降。变成我们可以当然接下来源头改善做法也是中央这边跟我们积极来配合的。总之呢，这1年下来呢，我们大概裁罚效率提高了从20%到90%，陈情案件也下降，公私协力等等做了一些排气管。那中央的法规即将开始，包含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跟环境的噪音管制法。那这2个应该跟地方政府可以一起来执行。淹水事件我觉得只能参考了。对，好了，我最后跟各位报告，我讲了这么多其实命题不是这4个，命题有8个，可是我们4.8兆的产值，我常常要拿这张图来跟同仁们讲它背后是什么？它背后是610处毒性化学物质的场所，1656处的仓储，固定污染源列管场所，135辆机车，10万辆货车等等，是这样子的数字换来的产值。换言之，我们的施政的核心会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回归到以市民为本的思维。所以很多人讲说，桃园你为什么健康政策放这么多，福利政策放这么多？其实不是，是我们要兼顾风险管理跟环境品质控制，投入整合性的资源，保障市民健康。所以我们做了这一些的服务，就是利用跨单位的资源和资料库，找出最需要健康照护的人，给他最好的资源。最后1张图就好。我用去年我打算做在这边报告的东西，跟各位报告目前的情况。这是我们桃园做的肺癌筛检，大家应该有听过。那肺癌筛检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它值得观察的数据是肺癌有第0期、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那肺癌里面会产生存活比率0期100%，
一期90%，到了末期的时候只剩10%。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期里面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得到吗？那我们推动1年下来之后，这是我们数字，大家可以看得懂吗？就是我们努力的推动肺癌筛检，把前面的这些比例拉高，让它在1期、2期、0期的时候就被发现。换言之什么？换言之，当这边的人多的时候呢，这边的人就少了。这边人少了之后呢，怎么样？死亡率就低啦。我们就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除此之外，我这1万多个肺癌筛检的受众，它不是只有这个1期、0期的判定，它还有阳性率的数据可以看。这些数字除了是我们的健康资料库，也会是我们的环境资料库跟劳动安全品质资料库。我们可以去识别化之后来分析我们后续的劳动环境跟环境品质来改善。所以呢，建设加政策加智慧就是我刚才讲的，解决城市的短期问题，也为20年后的桃园布局，是我们跟各位分享今天的重点。以上报告，谢谢。